人身上的3把洋火。那年刚参加工作，单位派我们几个到玉溪某地搞地质探测。这驻扎地呢，在一个普通的小山村里。中秋那一天放了1天的假，同事小胖喜欢钓鱼，便硬拉着我陪他去钓鱼。小胖其实是位50多岁的老同事，平时爱开玩笑，说话呢没大没小的。同事们来自天南地北，一群人聚在一起，就这么称呼，他也不介意。天气阴沉沉的，似乎要下雨。路西的那条小路，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留下来的，平时也没有什么人走动。路上长满了荒草，枯草烂枝铺了一层，踩在上面刷刷作响，似乎争先恐后的向我们诉说着他们的孤独与寂寞。小路很窄，旁边就是50余亩大的水塘，小路顺着不规则的塘沿延伸而去，不知通向何处。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垂钓位置，我们沿着这条小径一路往前走。忽然我一阵莫名的不安，似乎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正隐藏着一个可怕的东西盯着我们。因为我清楚地感觉到有一双诡秘的眼睛正窥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警惕地四处张望，试图寻找它的位置。它在哪儿？很快我的目光定格在旁边的水塘里，直觉告诉我水下面有东西，正透过厚厚的幽暗水塘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阵寒意爬上脊背，我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怎么了？小胖轻声问。我瑟缩着看着他，手指指着水塘，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来。走，我们快走。小胖反应过来，压低声音紧张地说。随后我俩沿着小路小心翼翼地走着。我知道水下面的东西正紧随着我们不断地移动。我不敢乱看，因为我怕一时不留神便与那双眼睛对视。突然小胖停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看不到前面路的情况。小心，这里不大好走。前面的小胖沉声说。我答应着。这时我才看到路旁有棵大槐树，一根快要腐朽的枝干倒了下来，就挡在路中间。这时一团莫名的白雾飘来，再看那棵大树时，就见树下面隐隐约约的蹲着一圈人，一圈人全都耸拉着脑袋，死气沉沉的，好像一群哑巴吃完了饭在树底下乘凉一样。晦气，出来钓个鱼都能碰到这玩意儿。小胖笑了笑，如果是普通人看见这些，说不定当时就身上冒寒气了。但是小胖山路走多了，见识多，胆子大，望着树底下一群人闷头不语，对我说道：我们遇到鬼打墙了。这我听说过鬼打墙，没明白鬼搭墙是什么意思。后来才听小胖说，鬼搭墙也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儿。北方的槐树、柳树，还有南方的榕树，都是阴性的树，尤其是那种上了年头的老槐树，有种常人无法觉察到的妖气和阴气。偶尔有一个死在老槐树周围的人就被压着走不脱了，经常会在深更半夜里出现，徘徊在老树的周围。这遇见路过的人被老槐树压着的脏东西，就会想尽办法缠着对方，或者是鬼打墙，又或者是鬼搬山，总之是死死的困住对方。听老人说过，赶夜路的时候会看到月光下头有人像发了神经一样围绕着一棵大树不停地走。遇见这种事情，如果没有相当的本事，
绝对不能过去救的。那种人不是发了神经，而是被老槐树压住的脏东西给缠上了。一夜之间，被困的人就有可能死在树下，然后变成第二个逃不掉的冤魂。再遇见倒霉的人，就会再缠他们，周而复始。老槐树压住的脏东西越来越多。这叫鬼搭墙，也叫群鬼挡眼，遇见了一定得躲开。这种事情可以不信，但绝对不要去尝试。比如现在人经常会提起或者去玩笔仙、镜仙，都觉得神秘而刺激。其实啊，那种东西是凶险到极点的。遇到这种事儿，一般有经验的人都是避之不及，但是呢，小胖没有一点退避的意思，一边大步走，一边喊着：“他娘的，一群死鬼也想跟老子玩阴的！绕过去算了，别找这个麻烦。”我跟在他后头叮嘱道，害怕小胖不知轻重，非招惹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况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但是小胖非但不听，反而是大步走了上去，距离越来越近。大槐树下那一圈人的头纷纷抬起脑袋，直勾勾地盯着我们。蹲在最前头的是个60多岁的老太太，皱纹密布的脸上微微发青，两只眼圈是黑的，这肯定就是第一个被困死在树下的人。周围那些人全是被他一个个招引过来的。两位过路人，过来歇息一会儿再走吧。那老太抬起头，慢慢朝我们伸出手。老太一念叨，这周围那圈人全部抬起头望着我们说道：“来吧，来坐坐吧。”我感觉心神有点慌乱，有点茫然，两只脚好像有点不听使唤了，不由自主的就想朝着大槐树那边走。很多赶夜路的人都是这样被吸引过去的，只要一走过去，这条命已经就不属于自己了。来吧，过来坐坐吧。大槐树下面，那些人跟念经似的念叨着，既诡异又阴森。看着他们一张张已经铁青色的脸，还有无神呆滞的眼神，再听听鬼海一般的碎语，身上的鸡皮疙瘩就掉了一地了。做你娘！小胖快步走到大槐树跟前，一声大吼。随着他的一声大吼，我隐约看到他头顶还有两边肩膀上好像升腾起一片昏暗的光。人身上3把阳火，肉眼是看不到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了。小胖一步步的走赶过去，吼声把枯树下的人都给镇住了，像是一群受了惊的鸟，扑通扑通的乱跑。但是死在老槐树下头，永远被压着，这些人跑不脱，绕着大槐树不断的绕圈子。想拦老子的路！小胖站在大槐树跟前，那个脸色发青的老太太战战兢兢，站都站不住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不断的叩头讨饶。小胖哈哈一笑道：“呵呵，信不信老子把这树砍了，就留下树根？”别！老太太惊慌失措，磕头如捣蒜。后来得知，被大树困住的脏东西，如果是意外让人家知道了，或许会请来有本事的人做法术，把枯树连根挖出来。这样做，被压住的冤魂还有走脱的机会。但是这树干一旦被砍掉，旁人看不出来，只留下土里的树根，那些被压住的脏东西永远没有再翻身的可能。对于这些人来说，砍掉老树和要人命是一样的。别！那老太婆真的被凶神恶煞的小胖给吓住了，磕头道：“
我就是个女人呢，求求别砍了这棵树，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呀。脸呢？要脸不？呸！小胖啊，噗的吐了口唾沫，头顶隐隐约约那把洋火，轰的一声，一脸皱巴皮，还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小胖一身阳气逼人，就见那一卷袖子，对着那棵大槐树咚的就是一拳，这树干被打得摇摇晃晃，一群绕着圈逃窜的人都慌了，哗啦的跪了一地。这老太婆啪的一下被震得一歪，赶紧爬起来继续跪着，苦苦哀求。这我站在一旁看着小胖，说实在的，到了现在我有点不确信，这个小胖真的很有本事，而且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竟然还和我是同事。嘿，不要！老太太继续哀求着，嘿，不要砍了这棵树，别砍它，我以后再也不敢害人了，别砍。这小胖看着那老太，收回拳头，敢欺骗蒙我，我扒了你的皮！还不敢，不敢！老太呢，如蒙大赦，赶紧抬起头，不敢瞎说，不敢的。好了，知道了。这小胖沉吟一下，踢了那老太一脚，说道：“今天饶你一次，以后待在这里，少害人。”不敢，再也不敢了。小胖转身对我招招手，示意我们走。而当我们走在水塘边的时候，那种被人窥视的感觉一直没有消失。水塘里那玩意儿又是什么呢？工地里的女人。二壮是一个农民，每天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本想自己出去闯荡一番，可是世界却是如此的残酷。最后无奈之际，在亲人的推荐之下，来到这处工地上班。这处工地是一个大公司所投资所建的，工人福利倒是也不错。二壮很能吃苦，并且呢也很是节约，所以私底下倒也存了一些钱。工地的后面便是一条河，这条河说大不大，说小呢也不小，尤其是这河里的鱼那是成群成群的。所以呢，每到天黑下班之后，二壮便会邀约几个工人一起去河边钓鱼，随便一起喝几杯小酒。这天二壮下班之后，便和老李急忙忙的往河边跑。老李一手拿着鱼竿，就对二壮说：“哎，今晚多钓几条，我那里还有瓶二锅头呢。”这二壮一听，嘿，这心里那个高兴劲儿，俩人很快就跑到河边。河面波光粼粼，皎洁的月光在河面浮现出来，可是再仔细一看，河边却是不堪入目，垃圾成堆的漂浮在河边。二壮一愣，这里会有鱼吗？这么多垃圾。老李一看便喃喃道：“怎么会没有呢？昨天我们还来了嘞。哎呀，由于工程的运作，这条河迟早要消失啊。”老李叹了一口气道：“哎呀，钓鱼吧。”这俩人呢，便在河边盘膝而坐，迎着月光，谁也没有再开口说话。这夜空下，只有两人手中的烟头猩红的炭火。突然，二壮一愣，顿时笑的是眉开色舞。看来今天是钓到了。二壮哈哈大笑，只见鱼竿被水下面的东西拉得紧紧的，还有那弯曲的鱼竿。老李也是一喜，快拉起来，不然就让鱼给跑了呀。二壮用力一甩，月光下只见一个女人的高跟鞋被倒挂在鱼钩上。那是一只白色的高跟鞋，显得有些破旧，但是鞋面上除了还在滴水之外，
还有一丝如同血液般的血红色液体在往下滴着。二壮心里顿时纳闷道：咦，怎么会这样？该不会有人跳河自尽了吧？这二壮说完，便看向了一旁的老李。老李却是一脸的茫然，直直的盯着河面。二壮一愣：老李，你是怎么了？二壮说完，便顺着老李的视线往河里看去。可是河面除了波光粼粼的河水之外，什么也没有。二壮见老李愣了神，便挥手在老李眼前晃了晃，随即老李便是一声怪叫：快跑啊，河里有鬼！二壮看见老李惊恐的面目，似乎不像在说谎，再次仔细往河面中望去，只见河中一只苍白的手缓缓地从河面伸出。二壮也是吓得浑身哆嗦，一把扔掉手中的鱼竿，两人夺路而逃。夜晚工地里静得可怕，二人连忙跑进了各自的工房里。二壮满脸惊恐，不由得让一些人心生疑惑，这二人到底是怎么了？一副似乎是受到惊吓的模样。一些工人议论纷纷，可是二人却仿佛如若未闻一般。二壮回到工房里，实在是因为太害怕了，准备好好休息一晚。可是突然二壮发现自己床底下有一只白色的高跟鞋。难道不是在河里吊起来那只高跟鞋吗？怎么被自己带回来了？二壮哆嗦的手捡起那只白色的高跟鞋，便丢在了远处的垃圾桶。当二壮回到房间的时候，那只白色的高跟鞋居然又回到自己的床底下。这下二壮胆寒了，而这时屋门被人从外面推开来。二壮，今晚我们还是一起睡吧，那只白色高跟鞋居然跑到我的房间里。推门进来的是老李，而老李也是一脸的惊恐。二壮听闻老李的话，不由一愣：不是只有一根高跟鞋吗？怎么连你那里也有？这二壮心里也是一阵嘀咕，随即看向自己床底下，他想看看那只高跟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可是当二壮看向高跟鞋的位置的时候，却是不见那只白色高跟鞋。二壮一愣，随即翻箱倒柜的寻找那只高跟鞋，到底藏到哪儿去了？二壮寻遍这间屋子，怎么也找不见那只白色高跟鞋。老李看见这二壮翻箱倒柜，满心疑惑：你在寻找高跟鞋？二壮点了点头：我这里也有一只，可是现在不见了。二人都是满心的恐惧，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奇怪的事情。今天应该是我们冒犯了他。老李的表情显得有些扭曲，而二壮也是浑身的鸡皮疙瘩。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二壮问道。因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鬼，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老李无奈地说：先平安度过今天吧，明天我们就离开这儿。二壮也是同意的，点点头。夜已经很深了，二人躺在床上，却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正当二壮忧心忡忡的时候，门外传来一阵敲门的声音，啪啪啪。老李这时突然撑起身子，面色呆滞的往门外走去，而二壮却是满脸的恐惧。这老李是被勾了魂了呀！只见老李打开门后，随着一个满身还在淌着水的女人走出去。二壮虽然此刻心里异常害怕，可是也不能对老李不管不顾，连忙狠狠地拍一下老李的脑袋。
而那个浑身流淌着水渍的女人却是恶狠狠的看向了二壮，便飘一般的走了。二壮只见那女人飘到工地的一个死角，便消失不见了。老李也醒了过来，一听二壮说自己被勾了魂，顿时两人商量，今晚就走，离开这里。虽然工资都还没有结，可是呢，保命要紧呢。当二人匆匆的走到工地大门时，一个浑身流淌着水的女人在他们不远处。二人吓得是一动都不敢动，接着猛然惊醒，最后两人开始赶紧的往回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两人竟然都迷了路，而二壮和老李也被分开。最后二壮终于回到工房，他决定不再出去了。哎呀，也不知道老李有没有回去。二壮一脸后怕的喃喃。第二天，工地传来老李的死讯。哎呀，那老李呀，也不知道咋的，就这么想不开呢？为什么想着跳楼呢？二壮听的是浑身直冒起了冷汗。最后，二壮想自己一定要离开，不然也是个死。可是第三天，又传来了二壮的死讯。蛇仙第1集。2011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了黄河以北，也就是北方。天津的北辰区呢，有个地方叫小店。小店那边有个叫云顶花园的小区，好像啊是这个名字。小店是郊区，很郊的那种。然而云顶花园这个小区里面却都是独栋别墅，虽然不怎么高档，但好歹呀也是别墅。那个小区的环境还可以，每家每户都有独门小院，但人气却很低。这入住率不高呢，所以周边的配套设施也不齐全，娱乐场所也很少。门口就是一条国道，灰尘也不少，所以我并不喜欢这里。好了，不说这个了，说的好像我买得起别墅似的。10年的时候呢，我刚好大学毕业，那时候大家纷纷为了找工作，忙得热火朝天，好像迫不及待要建设国家似的。我的2个同学，一个姓赵，一个姓谢，毕业之后呢就去了天津了。那是一个创业团队，整个团队呢就6个人，一个老板，5个员工。那老板在云顶花园里面租了一套别墅，1楼办公用，2楼都是卧室，就给员工睡觉用了。起初他们和我说的时候呢，说实话我挺羡慕的，因为听起来特别的牛。然而就在半年以后，谢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们那边出了点事儿。我问他什么事儿，他说好像是闹鬼。我说什么叫好像闹鬼？到底闹没闹啊？他说哥们儿咋知道闹没闹啊？你过来看看呢，发生了好多事情，很离奇，顺便过来玩玩，我们老板有钱。冲着他后面那6个字，我当天下午就买了火车票去天津了。这并不是我财迷啊，我也需要生活，生活就需要开支，开支呢就需要钱，要钱就得出活。第二天上午到了天津火车站，就看到谢和一个30-40岁的中年人在等我，应该就是他的老板了。谢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那老板姓张，是天津的，在日本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了点积蓄，就回来组建了这个创业团队，是做游戏美术外包的，接的呢是日本的外包。我上过游戏美术培训班，也算是这个业内人士吧，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利润的，但是我却对日本这个岛没有太多的好感。
知道他在给日本人做游戏的时候，我就决定事情解决之后要多收点报酬了。反正你们赚的是日本人的钱，那么我多收点，到时候再捐给红十字会，应该也不算过分吧。上了车呢，就和他们聊了起来，先寒暄了几句，还没说完，张老板就迫不及待地打断了我们的对话。我很奇怪地看着他，不是说日本人很讲礼貌吗？为什么他在日本待了几年，反而把最基本的礼貌都给丢了呢？不过呀，我也并不生气，就连忙和张老板聊了起来。他和我说了一下情况，事情呢是这样的：开春不久，万物复苏，他们有个周末放假休闲无事，就打算把院子里的杂草去掉，种点花花草草和菜之类的东西。然而却在院子里的一个角落里挖出了一窝蛇，大概有7、8条，一条大的，其他的呀都是小蛇。那蛇冬眠好像还没有完全苏醒，行动也很迟缓。他们觉得晦气，就用这个小锄头把蛇都给砸死，然后丢在了院子门口的垃圾桶里，并没有当成一回事儿。我顿时心里就明白了，张老板在日本待了几年，好的没学到，小日本的残忍倒是发挥的淋漓尽致了。就在他们把蛇砸死当天晚上，他们的团队6个人集体做了噩梦。梦的内容呢，大同小异，都是一堆一堆的蛇在梦里追着他们咬，甚至还有人梦到同事在上班的时候上着上着突然就变成了蛇了，然后疯狂地追着自己咬。这虽然说是梦，但也太巧合了，所以他们马上就觉得那一窝蛇出了问题。第二天一大早，跑去垃圾桶找那些蛇的尸体，但是垃圾已经被人处理过了，里面空空如也。他们想着，既然尸体都没了，那应该也没有问题了吧，就继续该干啥干啥了。可是事情并没有完。在第2天的晚上，他们加完班准备上楼睡觉的时候，赵却在楼梯上又看到了一条蛇，而且体型还不小，就那么昂着头从上面看着他，似乎呢并不害怕他，而且还有点挑衅的意思。我那个姓赵的同学是个二猛子，抄起旁边的扫把就上去打蛇了。可是就在他在楼梯上跨了2步，那蛇突然就消失了。没错，是突然消失。如果是爬走，自然能看到的。就好像在一眨眼的功夫，那蛇就不见了。而且看到蛇只有赵一个人，其他人并没有看到。这事情就比较复杂了，但是赵猛子也没有在意，就当自己是看花眼了，继续上楼睡觉去了。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同事姓许，就进去浴室冲凉，然后在他刚进去就大喊了起来，大家赶忙跑到卧室门口问他怎么了。因为他们的浴室里面呢有个浴缸，平时淋浴都是站在浴缸上面的。许同学好像有点被吓到了似的，哆哆嗦嗦地说，那浴缸里面全是蛇。然后大家过去一看，里面根本什么都没有。但是许同事和赵猛子不一样，他胆子小所以就没有冲凉了，就直接进了房间了。而且当天晚上他整夜没睡。但是即使他没睡，闭上眼睛
就能看到一堆一堆的蛇在他眼前爬来爬去的。这最离奇的是，赵猛子晚上做的梦，或者说不是梦，有一条小蛇缠在他的手臂上，而且他的头脑是清醒的，却动不了。就这样啊，睡睡醒醒，差不多折腾了一个晚上。他还是当作是在做梦，但是第二天一醒来，他就确定这不是梦了，因为他的手臂上有一条条的红色印子，有的地方啊还发青了。就在那天早上，他们觉得呀真的出事儿了，所以谢就和他的老板提到了我，然后就把我叫了过来。蛇仙第2集。听完他们的叙述呢，顿时我心里没底了，因为这不是灵神在作怪，而是蛇。我知道啊，北方是比较信奉保家仙的，保家仙有5种：黄鼠狼、蛇、刺猬、狐狸和老鼠。北方的农村有很多人家里啊，的确供有保家仙，这个不假。但是啊，就这件事本身而言，那窝蛇是在院子里挖到的，难道他们之前的住户有供保家仙吗？我问这个张老板，你们有供保家仙吗？张老板说没有，说他呀从来不信这些，觉得这些呀很荒谬。我说有些东西不是你不信它就不存在的，要么你打个电话问问房东，看能不能找到之前住户问问。聊着聊着呢，就到了地方了。我们下车进了屋，他就开始打电话。趁他打电话这个空档，我也在院子里转转。里面的土的确是被翻过了，而且在那个角落的位置还有一个坑，显然就是挖出蛇的地方。我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看的时候，张老板已经打完电话了，然后和我说之前的租客电话换了，已经联系不到了。我仔细想想，我需要的只是一个是还不是而已，现在这个情况应该算是了。第一次碰到动物的灵，我并不知道怎么处理，那处理灵神那一套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我用罗盘找了一下，并没有一丝反应。我说呀，你们去忙你们的吧，情况我已经知道了。我自己呢，先到处看看，然后就进了那套别墅了。他们已经坐在桌子前开始忙活，我直接上了2楼了，想看看呢能不能找到一些什么东西。2楼有一个厅，还有3间卧房和一个洗手间。厅里面呢有个台球桌和一套沙发，沙发边有个神台，但是神台上面呢并没有供奉任何东西。我呢有一个习惯，进到一个陌生的房子里，我喜欢看房间的格局，看看呢是不是犯了一些很严重的风水大煞。然而那个房子并没有。我又各个房间找了找，看了看，希望能找到一些灵的反应，或者运气好啊能碰到他所说的蛇。但是呢并没有如我所愿。抬头看了厅里面的一个钟，那钟啊让我精神一振。不是因为那个钟有多么精美或者不俗，而是啊钟上的指针指的是中午12点多。那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时间，因为那个时间里，就算是林志玲在我身边，也阻止不了我那颗想要进食的心。果断地走了下楼，想叫上谢赵2个同学一起出去吃饭。早就听说呀，天津的狗不理、驴打滚还有驴肉火烧杠杠的，和张老板说了一下，
然后拉着赵猛子他们就出去进食了。然而传说中的狗不理包子果然有点虚传了，因为我的2个同学对那包子理都不理。吃饭的时候，腼腆话少、不善与男性沟通的我，并没有跟他们聊得昏天黑地。除了吃，我就是在想关于蛇的事情了。我不确定是不是保家仙或者是妖，我唯一确定的是不是灵神。说到这妖大家肯定有点匪夷所思了，就想提着西瓜刀马上跑到我面前来逼问我，真的有妖吗？真的有妖吗？是的，这个世界是有妖的，不过妖和魂不同，妖不是动物死后的产物，而是动物修炼后的结果。所谓的千年王八万年龟，很多动物修炼时间久了，就会慢慢的脱离动物的本性，有一定的智慧，并找到一些适合自己修炼的方法，来不断的提升自己。这个时候肯定有的人会质疑了，甚至又开始要说，果然是小说，你说有妖，我怎么没见过呀？对吧？妖和人一样，人也不想见到妖，同样妖一心修炼，也不想碰到人。不想碰到人呢，是因为人什么都敢去做，而妖如果害了人，那么天雷劫是过不去了，必死无疑的，更别说一直去修炼了。在师父没有和我提起妖的时候，我也不信，但是后面师父和我说了几个例子，我就信了。虽然在这之前我没有见过，我之所以信呢，是因为我师父相信，有信任不为别的，就为一份尊重。不管是家仙还是妖，好像我都没有处理经验。就像你是个妇科大夫，突然来了一个摘肾换手机的手术，你说你虽然懂手术，但是你也做不好所以保险起见呢，我掏出了手机，打给我心中万能的师傅。和师傅调皮了几句以后呢，我就把事情和我师傅说了。师傅说他也没有个能现学现用的方法，但是可以给我介绍一个人。他是出马弟子，也是师傅以前结交的一个老友的徒弟。我说好，师傅把电话挂了，过了大概有10多分钟，才收到了一个电话号码。可能师傅也不知道他的电话，去问了他的师傅吧。这话说南毛北马，笼统一点来说毛指的就是茅山，马指的是出马弟子。前者抓鬼简直粗暴，后者收妖是得心应手，各有各的法门。当然了，其中的分支就数不堪数了，这里也不再多做介绍了。收到电话号码以后呢，我毫不犹豫地打了过去，想了很久，居然没有人接。我们回到那个别墅，然后我正想打电话过去的时候，电话就响了。里面呢出现一个浑厚的男声，猛的一听就和强盗似的。我做了一下自我介绍，他说他知道了，他师傅和他讲了。然后我说，那你现在在不在天津呢？我们碰个面。他说他在南开。我说我发个地址给你，方便的话你现在就过来吧。他说好，现在就过来。按理说呢，这类事情是不归我管的，而且我也不一定管得了。要是换到现在，我肯定是不接的。但那时候年轻气盛，好奇心强什么事情都想去尝试，或者说见识一下。等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那个朋友就来了，长得是虎头虎脑，人高马大，气势汹汹。如果说是打架吧，像我这样多才多艺、沉着冷静，
靠脑子生活的人，他估计能打2个。好在他不是来打我的，而是来帮我的。我们互相介绍了一下，他是个自来熟，豪爽的性格让我忍不住想和他做朋友。蛇仙第3集。他姓李，老家呢是秦皇岛那边的，现在常年住在天津。由于长得凶悍又很自来熟，我就叫他李爷。他似乎也很喜欢我这么叫他。互相寒暄了一句以后呢，我就把事情和他详细的说了一下。他说应该是保家仙了。我问他好解决吗？他说还行，先去看看再说。我领着他进了那栋别墅，他和我一样也是二话不说就上了2楼了。他拿出他的法器，他在屋子里东转转西看看。我就坐在沙发上没有动，毕竟规矩我懂的，那些手法是不能随意窥视的。我低头看着手机，说实话很想看，但是我不能。过了几分钟，他和我说过来一下，帮我移动下这神台。我就走了过去，一边一个人准备将那个神台搬到另外一边。从搬神台的力度来看，他并没有我用的力气大。我那边抬得老高，他那边好像刚离开地面，而且他好像很尽力了。这么说，他也许不一定打得过我。我顿时又自信起来。神台是靠墙的，当我们把神台从墙边移走的时候，从神台和墙的中间掉出来一个牌位。李爷捡起牌位看了看，和我说就是它了。我也走过去看看，是个木雕的牌，上面写了供奉保家仙之位，上面还画了一个符，两边各刻着一条蛇，想来供应的应该是供奉的柳仙吧，也就是蛇仙。然后我就问他该怎么办，他说现在办不了，要等晚上，今晚我们要一起睡了。他这话把我吓了一跳，条件反射的退了一步。他似乎也觉察到我的话有歧义，然后和我说我们晚上就在沙发上睡，等他们来。我问是不是也要等到子时，他说不是，但是他要回去拿东西，而且下午还有事情，拿了东西过来也就很晚了。我说你下午的事情能不能改天再办，下午解决了这边的事情就算了。他说不行，我也不能强求他说不行，我也不能强求，点了点头，又问了一句晚上什么时候能解决。他说不一定，也许11点，也许要到天亮。然后又和我说需要这屋子里的人都回避一下，晚上不能在这边住了。我说他们在房间里不出来也不行吗？他诡异的笑了一下说不行，又让我心有余悸的颤抖了一下。我们下了楼，他就出去了。我呢就去找这个张老板，问他晚上能不能先住在别的地方，这个事情要今晚解决，而且你们需要回避。这张老板呢倒也突然变得爽快起来，说道你是谢和昭的朋友，我也相信你，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然后就扭头和他们说道今晚我们出去嗨。他们团队里的人呢都默默的点头答应，只有赵猛子大声说好啊，似乎还很开心，完全没有那种紧张的情绪。这也是我比较乐意和他做朋友的原因，因为傻人有傻福嘛。他们呢晚上9点不到全部都走了，我在赵猛子的电脑上看电影。就在他们走了不到半个小时，李爷就过来了，还带了一个包，
鼓鼓的，不知道里面是啥。希望啊，不要是一些皮鞭、蜡烛之类的。不过从他的表情中，我没有发现丝毫的异样，这也使得我放下心来。我们把1楼的灯啊全部关上了，上了2楼。然后呢，他又把神台擦了擦，把保家仙的牌位给摆了上去，还点了香和蜡烛，放了一些祭品，然后呢又嗡嗡嗡的咕哝了一阵子。我也没看到那些手法，只能低头看着手机。等他忙完之后呢，就坐到我对面了。我问他然后呢，他说等啊，等仙出来了，你要困了你就睡。不知道是不是我心里的作用，好像又看到他诡异的笑了一下。我马上说道，我不困，我下去看电影。然后他说呀，他也下去看。我说你下去了，万一仙来了你咋知道啊？他说呀，放心，他有办法。在下面相安无事了，看了一部电影，他也没有啊上楼的意思。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呀，等着就是了，应该快了。我问他，那来了之后我能一起上去吗？他说可以啊，你在我身后看着，不要接近我就可以了。然后呢，我又准备打开另一部电影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说道，来了，然后啊就转身跑上楼去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来了的，但是我也不会问他，就算是问了，他也不一定告诉我，多尴尬呀。李爷跑上楼了，我犹豫了一下，立刻也跟了上去。上去之后呢，我就明白为什么他会让我上去看了。他那虎背熊腰，挡住了一大半的神台，看不到手法，也看不到法器，除了一个背影，我什么也看不到。但即使看不到啊，我还是能感受到紧张的气氛和一丝丝的阴气，能听到李爷嗡嗡的声音，还能听到丝丝的回应，想必是在谈判了。和我们平时和灵神交流一样，只是他们之间不说人话，但是我却看不到那柳仙。又过了好一会儿，大概20多分钟吧，交流才停了下来。我心想，这程度都快赶上下阴了。知道李爷解决完这件事情，我也没看到蛇仙的样子。事后我问他，你们处理这种事情是什么个流程？怎么交流那么久？他说不是的，一般交流啊就几句话，只是这次保家仙很愤怒。我和他解释了很久，软磨硬泡。我怀疑的说道，你怎么解释的？他笑了笑没说话。我知道啊，看来我是不能多问的。然后又聊了一会儿关于保家仙的事情，他似乎很累。我打开了谢和赵的房门，他俩呀在一间房，2张床，说不用睡沙发，可以睡他们的床。他也不客气，走了进去，没刷牙，没洗脸，也没有冲凉，直接就躺在了床上了。我也是舟车劳顿，一直没有好好休息，感觉有点疲惫，就睡在另外一张床上。那晚呢，睡得很香，没有梦，没有蛇，一觉睡到大天亮。第二天呢，他们团队的人都回来的时候，我说事情解决了。张老板又出其意料的没有怀疑，就问我要卡号给我转账。我说呀，等7天之后没事了再转吧。然后我和李爷就离开了那栋独栋别墅，在外面吃了一顿早餐。作为朋友啊，他还陪同我呀去看了看海滨的航母，挺仗义的。期间呢，也聊了很多关于保家仙和妖的事情，受益匪浅。1周之后呢，收到张老板的转账比预期要多。
我留下自己的垫付的花费，把剩下的钱3、7分了。大头啊转给了李爷，小头找了一个慈善捐款账户给转了过去了。隔天张老板发信息问我有没有收到钱，我回了短信，大概意思是钱已经收到了，这次只是运气，希望您呢以后不要做出那些不人道的举动。任何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不要以为有些事情做了就做了，人在做天在看，该得的恶果呀谁也跑不掉。祝您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他回了短短2个字，谢谢。希望他呀真的能领会到吧。买打火机。午夜里敲门声突然响了起来，男子被惊醒，便跑去开门了。打开门一看，发现是个陌生的中年男人，便好奇地问他要干什么。这中年男人拿出一个打火机，而且大燃起来，就问这男子要不要买个打火机。男子嫌弃地摇了摇头，就没想到会是这么无趣的人，大晚上的跑来卖打火机，真是脑子有毛病。推辞之后便关上门了。买个打火机吧，买个打火机吧。这声音呢一直回荡在熟睡的男子耳中，他终于不禁睁开了眼睛，发现啊！当第二天发现他的时候，他的尸体就被别人发现了。让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是，他的嘴巴里足足塞了上百根香烟，都是抽剩的，只剩下烟屁股的。说完故事，阿杰得意十足，望着一个个吓傻的同事，好不痛快。哈哈哈哈哈！哎，怎么样，精彩吧？这谁知同事们一个个张大了眼睛望着阿杰。阿杰啊，你今天是不是没吃药啊？还以为有多精彩呢，没想到就是这么个破故事啊！同事们一个个嫌弃的离开了。哼，竟然看不起我的故事，半夜非得来个鬼去敲你家门，把你们给整死！哼！阿杰呢，肚子里憋了一肚子的气。因为计划书被公司的经理给否决了，阿杰在家里加班到半夜才完成工作。终于舒服地伸了个懒腰，随后拿起桌子上的香烟，掏出了一根放在嘴上。可是这打火机掏了半天，兜里都没找到，不知道丢哪儿了。回忆了半天，阿杰突然拍了一下脑门，才想起来，原来是下午的时候被同事小李给借去了。没想到他竟然忘了还了。瞅了瞅外面，大半夜的黑漆漆的，小店什么的应该早就关门了吧。咚咚咚，咚咚咚，这个时候突然响起了敲门声。阿杰十分好奇，跑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中年男人，阿杰并不认识。你是谁呀？那个中年人慢慢抬起了头。小伙子呀，买个打火机吧。望着面前的男人，在自己面前打燃了一个火机。阿杰仿佛如同触电一般，顿时惊悚地望着面前的这个男人。这面前的中年男人面目惨白，眼神是那么的幽暗。阿杰顿时在脑海中闪现的都是今天他自己说的那个恐怖故事。他不敢再往下面想了，此时也慌了神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面前的中年男人又拿出一个打火机，在阿杰的面前打燃了。小伙子，要是不喜欢，还有别的款式哦，怎么样？买个打火机吧。
阿杰支支吾吾半天，最后伸手从口袋里掏出钱，他也不知道到底掏了多少钱，便放在那个中年男人手上，伸手接过了中年男人的打火机。老板，谢谢啊。那个中年男人带着神秘的笑意离开了，一眨眼便不见了。等阿杰清醒过来，发现走廊里静悄悄的，仿佛刚才并没有人来过似的，可是手上的打火机确实是在的。回到家，阿杰打燃了打火机，点了一根香烟，顿时舒缓下来。咦，忽然他感觉身上一凉，仿佛像是冷水滴在自己的脖子上，伸手一碰，并没有潮湿啊，可肩膀就是感觉一阵凉意。阿杰瞅了家里的空调也是关着的，随即摇了摇头，可能是风吧。嘟嘟嘟，来信息了，是老板发来的。没想到老板也这么拼命啊，这么晚了还没睡。阿杰刚发过去资料，这么快就回信息了。打开一看，阿杰傻了，老板还是不满意他的计划书，让他再修改一遍。已经是午夜了，而且明天还要上班呢，可这是老板的命令，还能怎么办呢？打开电脑，阿杰又绞尽脑汁的开始修改计划书。可是看完了整个计划书，阿杰脑子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份计划书明明就已经非常完美了，几乎不要修改了，他真的是无从下手啊。为了应付老板，阿杰想办法改了一下计划书里面的细节内容，其实大体上还是没有任何改变的。修改之后便又发了过去，这下应该没有问题了。阿杰舒服地躺在靠椅上，又点了一根烟，惬意地抽了起来。这时肩膀上又传来一阵冰凉的感觉，仿佛是肩膀上放了冰块似的，那么的冰凉。不过这次不一样了，换了另一个肩膀。阿杰拍了拍肩膀，心想该不会是平日工作太辛苦，身体出了状况吧，有时间得去医院检查一下了。嘟嘟嘟，信息又来了。阿杰这次有些胆怯了，他害怕又是老板发来的，手慢慢的点开那条信息，毫无意外的又是老板发来的，又是不满意。哎呀，阿杰真受不了了，拿起资料随便在桌子上一阵猛摔。这个老板太过分了，都大半夜了，他明天还要上班呢。愤怒片刻，阿杰还是无奈的继续修改着自己的计划书。不过阿杰想了个办法，他这次一共设计了3种计划书，是属于不同构想的，他一同发了过去，还附带一条信息：老板，这3份计划书您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发完，阿杰便坐在椅子上等待。片刻，嘟嘟嘟，信息终于来了。阿杰早就等得不耐烦起来，要是老板还不满意的话，他也不管了，直接倒在床上睡觉。让阿杰兴奋的是，老板回复是满意。经过比较，老板还是很满意阿杰的第3份计划书的。工作总算结束了，阿杰惬意地躺在靠背椅上，点燃了一根香烟，惬意地抽了起来。这时突然间，阿杰感觉自己脑袋上传来一阵凉意，仿佛掉进了冰窟窿那种感觉，脑袋凉得有些发懵了。这时响起了敲门声，阿杰浑身一片冰冷，哆嗦着一步一步走向门前，慢慢的开了门。你
阿杰惊讶的是，门前站着的是刚才那个卖打火机的中年男人。哈哈哈，小伙子，咱们又见面了。你到底是谁？阿杰哆嗦的问道。哈哈哈，你仔细看看。中年男人神秘的笑道，慢慢的他的身形出现了变化。阿杰瞪大了眼睛，只见面前的中年男人突然变成了一副骷髅架子，揉揉双眼之后，阿杰发现这不是做梦，面前的赫然站立的是一副骷髅骨架。逝者化妆师。乐乐从来不会告诉别人自己真实的工作，他只会告诉别人自己是一名化妆师。很多女孩听说他是化妆师，都非常羡慕他的职业。化妆师是很多女人都很喜欢的，美丽的妆容能让人充满自信，焕然一新。所以总有女孩围着他询问他化妆的技巧。乐乐也愿意说给他们，不过他却从来不肯透露自己其实是给死人化妆的。他的工作地点在一个偏僻的小火葬场，这也是人们生活的最后一站。每个人离开的时候都要经过这里，不管他们是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什么，是富贵还是贫穷，到了这里一切清零。乐乐也想让他们走的最后一站体面一些，所以他对这份工作抱着尊敬之心，做的也非常细心。不管什么样的尸体，不管他生前有钱或是贫穷，乐乐都非常认真的对待。人都死了，就尽量让他们走得安稳一些。这样的工作本来是没有什么的，可是不少人对这项工作都是有机会。他们认为经常和死人打交道，多半会沾染到不少的阴气。他们对死人还是很恐惧的，所以对这样的工作也带着恐惧。他们更加害怕的是通过乐乐沾染上一些不好的东西。乐乐正是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才不愿意向别人透露自己的工作。虽然他没有什么朋友，可他不想吓到别人。今天的工作不多，只有一个人。他呢，满含虔诚的为对方化好了妆，送完他最后一程。他的工作一直很平淡，没有出现小说里的恐怖情节。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鬼的，有的只是对死亡的敬畏。工作结束以后，他就要将自己工作的地方里里外外打扫干净。认真打扫完之后，刚关上门，就发现身后有一个人，他吓了一大跳，差点叫出声来。女孩立刻说：“对不起，吓到你了，我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乐乐调整一下呼吸问他：“你什么事儿？如果我能帮你，我一定会帮你的。”女人感激地说：“听说你是化妆师，我想请你给我化妆。”乐乐惊讶地看着他，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道：“你在这里找到我，应该知道我是做什么的，难道你就不介意吗？”女孩低下头，似乎有些难言之隐。终于，她鼓足勇气说：“我没钱，但是我要结婚了，我自己不会化妆。我听他们说你是好人，我想求你帮帮忙。”乐乐看着这个女人有些破烂的衣服，而且还不是特别干净，心就软了。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条件不是特别好，这些人非常可怜，他们也有自己的愿望。如果自己真的能帮上他们，也算做了一件好事了。乐乐还怕女孩自尊心太强，他笑着说：“没问题，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你住在什么地方？我陪你走一趟就是了。只要你别嫌弃我技术不好，我尽力而为。他看得出来，女孩有些感动。也许陌生人给她的一点点温暖，就足够让她感动了。女孩说：“我的家比较远，就麻烦你了，在郊区的地方。”乐乐笑着说：“没关系，你带路吧。”女孩说了一些感激的话，就带她向自己的家走去。七拐八绕的，经过一段时间，总算到了女孩的家。女孩的家在郊区，附近没有人住，显得有些荒凉。女孩不好意思地说：“家里偏远，让你走了这么长时间。”乐乐急忙说：“没关系的，现在已经不早了，我们开始吧。在这之前，我先跟你说一句，祝你新婚快乐。”女孩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她动情地说：“虽然我们的婚礼只有你一个见证人，我也很满足了，谢谢你，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乐乐觉得一阵的心酸。结婚本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可是他们的婚礼让自己觉得有些伤感。不过没关系，只要他们觉得幸福就好了，别人是不能体会他们之间的爱情的。乐乐拿出自己的化妆工具，他说：“这是我平时用的化妆品，你不介意吧？”女孩使劲地摇了摇头，她说：“我感谢你还来不及的，怎么会介意呢？今天多亏了你，我们才没有遗憾。”乐乐露出一个鼓励的笑容。女孩坐在化妆台前，容貌一般，性格却挺好的，整体给人感觉很舒服。她有些胆怯和腼腆。乐乐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仔细地为女孩化妆。他对女孩说：“结婚是人生中的大事儿，只要觉得幸福，其他都不重要。”这句话刚说完，他的手就僵住了。在女孩的脖子上，他看见了一块斑痕。他工作这么长时间了，对这种东西再熟悉不过了。女孩看他惊恐的样子，她小声地说：“怎么了？”乐乐深吸了一口气，他不想让对方知道，他已经发现女孩不是活人。他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冷汗。做了这么多年的化妆师，他还从来没遇到过这么恐怖的事情。他觉得自己的心脏要停止跳动了。以前自己工作中接触的死人，他们不会动，更加不会说话。可是现在眼前这个女孩，她虽然已经死了，但是能说话能走动，让人觉得无比的诡异。女孩的表情变了，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一脸的诡异，冷冷地说：“你看见了。”乐乐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过了好一会儿，才轻轻的点头。女鬼笑了一下：“还是被你发现了，我很想嫁给他，可是他喜欢的另有其人。不过没关系，从现在开始，我就要嫁给他了，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我都是他的妻子。”乐乐呆呆地看着他，觉得他很可怜。原本看见鬼让人觉得恐惧，可是啊，眼前这只女鬼却让他觉得心疼。他只是稍微想了一下，便知道这个女鬼求爱不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许是后悔了，才想带走男人。人的执念特别恐怖，特别是女人，只要她认定了你，就不会轻易放弃。乐乐悲哀地看着他，眼睛里全是同情。女鬼突然愤怒了，她尖叫着说：“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不需要你的同情，我现在得到了他，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女鬼在自欺欺人。但是乐乐不敢激怒女鬼，他只是呆呆地看着女鬼。
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女鬼嚎啕大哭起来，她自己也知道这样做毫无意义。她得到的只是男人的身体，并不是他的心。这样单方面的爱情又有什么用呢？乐乐还是认认真真的给她化好了妆。女鬼和男人举行了结婚仪式，结婚仪式结束以后，她放男人回家了。女鬼是真心爱男人，最后还是不忍心伤害他。乐乐松了一口气，经过一整晚惊心动魄的经历，他的小命总算保住了。女鬼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他，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片废墟之中。他不管3七21，拿了自己东西，拼命地逃回了家。后来他辞掉了这份工作，做了一个真正的化妆师。那天晚上的经历让他没有勇气继续做下去，即便是简单的生活，他也依然会怀揣着一份善意和对死亡的敬畏，坦然地走向终点。